我亲口下令摘除妻子的子宫，为小三程程腾位置。手术结束，我冷漠地吩咐医生别用止痛药，让他多疼几天。直到医生掀开吴君莲，看见女人手腕上的刺青，惊恐喊道：“程程小姐！”我冲过去，看见手术台上奄奄一息的，竟然是我的白月光程程。而我的妻子林薇正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离婚协议和股权转让书，对我微笑。陆北辰，你连自己摘了谁的子宫都分不清，凭什么做陆氏集团的主人？无影灯的光是冷的，冷到骨子里那种。陆北辰靠在手术室外的墙壁上，价值6位数的西装外套随意搭在臂弯，领带松了大半。他抬手看了眼腕表，下午3点17分。手术进行了1个小时40分钟，应该快结束了。走廊尽头传来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响，清脆、急促，带着某种雀跃的韵律。陆北辰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。北辰，程程小跑过来，微微隆起的孕肚让他步伐有些笨拙，可他脸上是藏不住的笑意。怎么样了？他进去了吗？陆北辰伸手扶住他的腰，眉头微蹙，你怎么跑来了？不是让你在病房等着？我等不及吗？程程撒娇的靠近他怀里，仰起脸，眼睛亮晶晶的，我想亲眼看他让出位置。北辰，你说等他子宫摘了，我们是不是就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？宝宝也能名正言顺的姓陆。陆北辰低头吻了吻他的发顶，声音温和，都安排好了，以后你就是陆太太。程程笑得更甜了，但眼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翳。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又看了看那扇紧闭的手术室门，嘴角的弧度微妙地加深了几分。手术室里面此刻正在进行着一台完全超出陆北辰掌控的手术。吴君莲后，主刀医生周慕白正在缝合最后一层组织，他的动作精准而冷静，可口罩上方那双眼睛里却翻涌着旁人看不懂的情绪。他每缝一针都会微微停顿，像是在确认什么。旁边的护士低声提醒周医生，患者生命体征平稳，但出血量偏多，需要加快速度。周慕白嗯了一声，手上动作却依然不紧不慢。他的目光落在手术台上那个女人的手腕内侧，那里有一枚指甲盖大小的刺青，是一朵小小的歪歪扭扭的栀子花。栀子花，程程最喜欢的栀子花。周慕白闭了闭眼，脑海中浮现出3天前那个深夜，林薇坐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，端着一杯凉透的红茶，语气平淡地告诉他一切。周医生，你是这家医院最好的妇产科大夫，也是我唯一信任的人。林薇把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，陆北辰要摘我的子宫，给程程让路，但我想请你摘程程的。周慕白当时惊得差点打翻茶杯，林薇，你疯了，那是犯法的。林薇笑了，那笑容很淡，淡到几乎看不见，可周慕白认识他8年，从大学到现在，他从未见过他用那种表情笑，像一把淬了冰的刀，寒光凛凛。程程欠我的远不止1个子宫。林薇说，她是我带大的妹妹，我供她读书，给她买房，把她从那个烂泥一样的家里捞出来，然后她爬上了我丈夫的床，告诉我姐姐，你生不了孩子，这个位置该让给我了。周慕白沉默了，他知道林薇和程程的关系，知道林薇为了这个妹妹付出了多少，他甚至知道林薇为什么生不了孩子。大学时程程出车祸，林薇为他输血，术后感染导致子宫受损，医生当时就说生育几率极低。而程程，那个被林薇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妹妹，转身就抢走了姐姐的丈夫，还拿生育能力当作攻击姐姐的武器。所以你要以牙还牙？周慕白问。不，林薇摇头，我要她永远失去作恶的资本。程程怀孕了，那是她最大的筹码。如果这个筹码没了呢？如果陆北辰发现他亲手摘掉的是他最爱的女人的子宫呢？周慕白盯着他看了很久，最终叹了口气，
你打算怎么做？明天程程会来产检。林薇说，我会让我的助理在他水里加点东西，让他一觉睡到手术台上。至于陆北辰，他根本不会进手术室确认，他只会等在门外，像等一个垃圾被处理掉一样，等着我消失。那你自己呢？我会在楼上 VIP 病房，等一切都结束。林薇站起身，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他一眼。周慕白，你帮我这一次，我欠你一条命。陆氏集团下一季度的医疗器械采购，我全签给你。周慕白苦笑，我帮你不是为了这个。我知道，林薇说，但这是你应得的。记忆拉回现实，周慕白打完了最后一个结，轻轻剪断缝合线。手术台上的女人睫毛颤了颤，麻药正在褪去，她开始有苏醒的迹象。准备撤掉止痛泵。周慕白对护士说，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，陆先生吩咐的，不用药，让他多疼几天。护士迟疑了一下，但看到周慕白坚定的眼神，还是照做了。手术室的门从外面推开一条缝，陆北辰的声音传进来，好了没有？周慕白深吸一口气，示意护士打开无菌帘。半透明的塑料帘子缓缓向两侧划开，露出手术台的全貌。台上女人脸色惨白，嘴唇干裂，额头上全是冷汗，因为疼痛而微微蜷缩着身体。她的右手手腕上那朵栀子花刺青清晰可见。陆北辰大步走进来，表情冷漠，不用给他用止痛的，让他受着。程程那边，他的话音戛然而止。因为他的视线落在了那个手腕上。栀子花，程程的手腕上有一朵栀子花，那是去年他陪他去闻的，他嫌月亮太普通，非要换成一朵栀子花，说那是他的幸运花。他当时还笑他幼稚，却也觉得可爱。可现在，这朵栀子花出现在手术台上这个即将被摘除子宫的女人身上。程程，陆北辰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嘶哑扭曲，像被人掐住了喉咙。他扑到手术台边，一把抓住那只手腕，死死盯着那朵刺青，又猛地看向那张脸，苍白憔悴，但确实是程程的脸。怎么会是程程？他转头吼向周慕白，手术台上不应该是林薇吗？你们摘了谁的子宫？周慕白后退一步，摘下口罩，露出平静的面容。陆先生，我们严格按照您的要求进行的手术。您说摘除子宫，对象是今天被推入手术室的患者。这位患者就是程程小姐。放屁！陆北辰目眦欲裂，我让你们摘的是林薇。林薇，我妻子。可您并没有提供患者身份证明，也没有亲自确认。周慕白的声音依然平稳，甚至带着一丝微妙的嘲讽。您只说要摘掉里面那个女人的子宫，今天被推进来的只有程程小姐一位。陆北辰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，他猛地想起来，早上他确实只是对院长说把林薇的手术安排了，然后就没有再过问细节。他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他以为林薇会乖乖躺上手术台，他猛地转头看向手术室门口，林薇就站在那里。她穿着一身米白色的套装，剪裁利落，衬得她身材挺拔，头发盘得一丝不苟，妆容精致，耳垂上那对珍珠耳钉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。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，嘴角噙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笑，正静静地看着他，那目光冷静得令人心悸。陆北辰，他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楚地传进每个人的耳朵里。你连自己摘了谁的子宫都分不清，凭什么做陆氏集团的主人？陆北辰浑身僵硬，他看着林薇，又看看手术台上已经开始因为剧痛而发出呻吟的程程，血液逆流，大脑一片空白。你做了什么？他终于找回声音，却沙哑得像破风箱。林薇缓缓走进手术室，高跟鞋踩在地砖上，发出清脆的哒哒声。他在距离陆北辰3步远的地方停下，微微歪了歪头，目光越过他，落在程程身上。程程，
疼吗？他问，语气轻柔的像在哄一个孩子。你当年车祸的时候，我给你输了800毫升血，术后感染高烧41度，医生说我子宫可能保不住的时候，我也这么疼。你那时候躺在隔壁病房，我在 ICU， 你来看过我吗？程程的意识已经开始恢复，他听到了林薇的声音，勉强睁开眼，看见林薇站在面前，又看见陆北辰崩溃的脸，还有腹部传来的剧烈疼痛。他伸手摸向自己的肚子，平坦，瘪下去，缝合的伤口刺痛他的指尖。我的孩子，程程的嘴唇哆嗦着，眼泪瞬间涌出来，我的孩子呢？摘子宫，孩子自然保不住。林薇说，语气平静的像在念一份菜单。程程，你用怀孕做筹码抢我丈夫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这个筹码本身有多脆弱？林薇，你疯了！陆北辰冲上来，伸手就要掐林薇的脖子。林薇不躲不闪，只是冷冷的看着他。在他碰到他之前，手术室门口涌进来4、5个黑衣保镖，瞬间将陆北辰架住。陆总，请冷静，为首的保镖面无表情地说。陆北辰挣扎着，却挣不开。他死死盯着林薇，眼睛里全是血丝。你设局害我，你买通医生，调换患者，这是谋杀。谋杀？林薇笑了笑，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纸，展开给他看。陆北辰，这是你亲自签的手术授权书，上面患者姓名一栏写的是程程2个字。你的笔迹需要做鉴定吗？陆北辰的瞳孔骤然缩紧，他抢过那张纸，低头看去，白纸黑字，确实是他签的名，但患者姓名那一栏原本空着的地方被人填上了程程2个字。那字迹他认的是林薇的。你伪造。我伪造。林薇又从文件袋里掏出手机，点开一段录音，里面传来陆北辰的声音，就那个姓程的女人，把她处理掉，子宫摘干净，别让她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时间标注是3天前，地点是陆北辰的书房。陆北辰脸色煞白，那是你跟助理打电话说要处理程程。林薇打断他，因为你发现程程的孩子可能不是你的，对吗？你查了他的行踪，发现他跟别的男人也有来往，你怕他生下孩子争夺财产，所以想摘他的子宫，让他永远闭嘴。但你又不想背负骂名，所以你把黑锅甩到我头上，对外说你是为了给妻子让位才摘除我的子宫，实际上你要摘的是程程。陆北辰嘴唇哆嗦着，说不出话来。程程躺在手术台上，听着这一切，眼泪和冷汗混在一起，把枕头阴湿了一大片。他艰难地转头看向陆北辰，你查我。陆北辰没有看他，他死死盯着林薇，像要把他生吞活剥。林薇却把目光投向程程，妹妹，你以为他是爱你才让你生孩子的？他只是想要一个继承人，而这个继承人不能来自一个不能生育的妻子，也就是我。他查到你的孩子可能不是他的，但他不确定，所以他宁愿先毁了你，再换个更干净的女人。你跟他的私情对他来说不过是场交易。程程浑身剧烈的颤抖起来，他伸手抓住陆北辰的裤脚，指甲掐进他的小腿。你说你是不是为了孩子才找我的？你说啊。陆北辰低头看他，那张曾经让他心动的脸上，此刻只有崩溃和狰狞。他忽然笑了一声，笑声嘶哑，程程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？你爬上我的床，不就是看中我的钱？你说你姐对你不好，说她霸占家产，可你住的那套公寓是她买给你的吧？你开的那辆车是她送的吧？你大学4年的学费是她打工赚的吧？你跟我说她冷血，说她不管你，你摸摸自己的良心，她管你管的还少吗？程程的哭声戛然而止，他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，瘫软在手术台上，望着天花板，眼神空洞。林薇闭上眼，那些往事翻涌上来。18岁的程程站在大学校门口，拉着他的行李箱说，姐姐我没钱了。22岁的程程说，姐我要创业。
25岁的程程带陆北辰回家吃饭，介绍说是我老板。27岁的程程发来一张 B 超单，说姐我怀孕了，你让位吧。他养了10年的妹妹，用最锋利的刀子捅进她最深的伤疤，但今天他把这把刀子还了回去。林薇睁开眼，从文件袋里拿出最后一份文件，递给陆北辰，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了，财产分割方案，陆氏集团我占40%股份，市中心那套别墅归我，海外3处房产归我，你名下的流动资金我要1半。另外，这份录音和手术授权书的复印件我会保留。如果你不同意，明天这些东西就会出现在各大媒体和证券交易所的邮箱里。陆北辰看着那份协议，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。40%股份，那是他父亲留给他的1半家业。他咬紧牙关，你做梦。不做梦。林薇把手机收回来，扬了扬，3分钟前我已经把资料发给了我的律师。明天开盘，陆氏股价会跌多少，你自己算。你是要40%股份换一个安静，还是等着被股东会罢免，被媒体扒皮，被公安机关调查你涉嫌故意伤害罪？你自己选。陆北辰僵在原地，他看看程程，看看林薇，又看看那些保镖，最终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肩膀塌了下来。我签。他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。林薇递过笔，陆北辰接过，手指颤抖着在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最后一笔落下时，他整个人像老了10岁。林薇收好协议，转身往外走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停了一下，侧头看向程程。程程还躺在手术台上，眼泪已经流干了，只剩下麻木。他听见脚步声，微微转动眼珠，对上林薇的目光。姐，程程的声音细如文瑞，对不起。林薇没有回应，她收回视线，迈步走出手术室，高跟鞋的声响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走廊尽头。身后传来程程压抑的痛哭和陆北辰摔东西的轰鸣，那些声音被厚重的门板隔绝，很快模糊成一片嗡嗡的低响。林薇走进电梯，按下顶楼的按钮，电梯缓缓上升，数字跳动，他透过玻璃墙看见整座城市在暮色中铺展开来，万家灯火次第亮起。他拿出手机，拨出一个号码。周慕白，事情办完了，明天请你吃饭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，然后传来周慕白温和的声音，你还好吗？好，林薇说，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电梯门打开，顶楼的风灌进来，带着初秋微凉的气息。他走到天台边缘，俯瞰脚下的车水马龙，晚风把他额前的碎发吹起来，拂过唇角。他笑了，这一次是真的笑了。3个月前，林薇第一次发现程程手腕上的栀子花刺青。那天是程程的27岁生日，林薇在他新买的公寓里给他办了场小型派对。程程拆礼物时，袖口滑上去，露出一朵浅蓝色的栀子花，花瓣歪歪扭扭，一看就是纹身店里低价货。什么时候纹的？林薇随口问。程程慌忙拉下袖子，眼神闪了闪，就前阵子。好看吗？林薇说好看，转身去厨房端蛋糕。她没多想，妹妹长大了，纹个身不算什么。可后来她在陆北辰的书房里看到一张照片，是陆北辰手机拍的，他握着一个人的手腕亲吻，那只手腕上赫然是一朵栀子花。照片日期是程程生日那天晚上11点。林薇端着咖啡杯的手没有抖，她甚至很平静地合上手机，放回原处，然后继续给陆北辰煮了杯手冲咖啡，端进书房时还提醒他少喝一点，晚上会失眠。陆北辰连头都没抬，放那儿吧。他应了一声好，轻轻带上门。那天晚上林薇没睡，他坐在客厅的飘窗上，看着窗外陆氏集团的霓虹灯牌明明灭灭，脑子里把过去1年的事情重新过了一遍。程程频繁来家里做客，说是来看姐姐，
程程每次来都穿得很漂亮，在陆北辰面前转来转去。陆北辰开始频繁加班，身上偶尔有陌生的香水味。程程辞了工作，问他姐，你能不能让我在陆氏挂个闲职？他说好，给程程安排了行政助理的岗位，月薪2万，不用打卡。然后程程怀孕了。3个月前，程程拿着 B 超单来找他，哭得梨花带雨，说孩子是陆北辰的，说他不是故意的，说那是一次酒后意外。姐，我该怎么办？程程拉着他的手，北辰说他会负责，可你是他老婆啊。姐，你能不能把位置让给我？林薇当时看着他那张和自己有3分相似的脸，看着他眼里的泪水和底下的贪婪，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，母亲病重，他17岁，程程15岁。他辍学打工，每天端盘子洗碗，攒钱给程程交学费。程程考上大学那天，他送他去车站，程程抱着他说，姐，你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。那个程程什么时候死了？林薇没有哭，他拍了拍程程的手背，说让姐姐想想。第2天，他去查了程程和陆北辰的所有蛛丝马迹，私家侦探给他的报告厚得像本书，开房记录、转账流水、聊天截图，甚至还有程程和另一个男人的亲密照片。那个男人是程程的前男友，两人在程程和陆北辰交往期间仍有来往，而陆北辰也早就查到了这些，他派人跟踪程程，确认他肚子里孩子的父亲存疑。陆北辰找林薇谈话是在1个月前，他说，林薇，我们之间没有感情，你明白的。程程怀孕了，我需要一个继承人。你的身体，医生说过你很难生育，我不想让你难堪，所以我想了个办法，你接受子宫摘除手术，对外就说你主动让位，我顾全你的体面，给你一笔钱，程程会名正言顺的进门，孩子就是陆家嫡出。林薇静静听着，然后问陆北辰，你确定程程的孩子是你的？陆北辰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僵硬，但他很快掩饰过去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。林薇笑了笑，你安排手术吧，我配合你。陆北辰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他答应的这么痛快。他打量他几秒，确认没有异常，才点头，那好，下周去医院，我会让医生保密。术后你住疗养院，所有费用我出。他走了之后，林薇坐在沙发上，把那份私家侦探的报告又看了一遍。程程的孩子80%不是陆北辰的，陆北辰也清楚这一点，所以他真正要做的是借着给妻子让位的名义，摘除程程的子宫，让他永远失去生育能力，同时把这个罪名嫁祸给林薇。对外他会说我前妻不能生育，主动腾位置，而程程会被摘掉子宫送走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他甚至不需要程程生下那个来路不明的孩子。一箭双雕，既解决了程程这个隐患，又甩掉了林薇这个无用的妻子。林薇把报告合上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茶水已经凉透了，涩得发苦。他想起母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，薇薇，照顾好妹妹，她是你唯一的亲人。亲人？林薇放下茶杯，拿起手机，给周慕白发了条消息，明天有空吗？请你喝咖啡。周慕白和林薇是大学同学，一个学医，一个学金融，本不该有交集，但大2那年周慕白出了车祸，肇事者逃逸，林薇恰好路过，把他送去了医院，还垫付了医药费。后来两人成了朋友，这么多年一直保持联系。林薇嫁给陆北辰时，周慕白是婚礼上为数不多的娘家亲友。所以当林薇把计划告诉周慕白时，他震惊之余，第一反应是，你疯了，这是犯法的，万一暴露，你也要坐牢。我不会暴露。林薇说，整个手术流程，只有你和手术室内的护士知道真相。院长那边，我会让陆北辰亲自去沟通，他只当是常规手术。至于麻醉师，我会安排我的人。周慕白揉着太阳穴，
陆北辰会亲自确认患者身份的。他不会，林薇笃定地说，他连我长什么样都懒得看，你觉得他会进手术室看一眼床上躺着的是谁？他只会坐在走廊里，等着听一句手术结束。他傲慢了太多年，他以为全世界都该配合他演戏。周慕白沉默了很久，最终问，那程程呢？你打算怎么把他弄进去？他每周3来这家医院做产检。林薇说，我会让我的助理在他的饮用水里加一点镇定剂，分量控制在让他昏睡但不影响生命体征，然后以需要做进一步 B 超为由，把他推进手术室。他醒来时，手术已经结束了。麻醉同意书呢？陆北辰签了。林薇从包里抽出一张纸，他以为这是给我的手术授权，我告诉他需要家属签字，他看都没看就签了。患者姓名那一栏我故意空着，等程程被推进去，我再补上他的名字。周慕白看着那张签名，苦笑，你连笔记都模仿好了。我做了陆北辰3年妻子，他的笔记我闭着眼都能写出来。林薇说，更何况这个签名是真的，我只是补了个名字而已。周慕白把纸推回去，那你自己呢？手术当天你在哪里？我，林薇笑了笑，我就在楼上 VIP 病房，看着楼下热闹。等陆北辰发现手术台上是程程，我再下去收场。周慕白盯着他看了很久，最终叹了口气，林薇，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？什么？你从来不哭。从大学到现在，我认识你12年，从没见过你掉一滴眼泪。你爸去世你没哭，你妈去世你也没哭，现在你丈夫和你妹妹联手背叛你，你还是没哭。林薇的笑容淡了一些，她低头看着杯中的咖啡，奶沫已经散尽了，只剩下一圈深褐色的液体。眼泪有用吗？她说，我妈临走前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照顾好程程，我做到了。我把他养大，给他最好的生活，他回报我什么？周慕白，我不是没有心，我只是觉得为这种人掉眼泪不值。那天晚上林薇回家时，陆北辰已经睡了。他站在卧室门口，看着他熟睡的脸，英俊冷硬，眉头即便在睡梦中也微微蹙着。他想起他们结婚那天，他掀开他的头纱，表情淡漠的像个旁观者。他说，林薇，我们各取所需，陆家需要一个体面的女主人，你需要钱救你爸的命，婚后互不干涉。他当时点头说好。他以为互不干涉的意思是可以相敬如宾，没想到也包括他可以堂而皇之的和他妹妹出轨。林薇关上门，去了客房。他打开电脑，开始整理自己的资产。陆北辰不知道，这3年来他悄悄以自己母亲的名义开了好几个账户，陆氏集团的财务漏洞，陆北辰的灰色交易记录，他偷税漏税的证据，他都有备份。他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，他是狮子，只是沉睡得太久，久到所有人都忘了他曾经是金融系连续4年拿国奖的铁娘子。第二天，林薇约了陆氏集团的财务总监吃饭。那人姓赵，是个圆滑的中年人，此前一直对林薇不冷不热，但林薇手上有他挪用公款的证据，一顿饭下来，赵总监脸色惨白，连声保证会配合他做股权变更。陆太太，您这是要？赵总监试探地问。我要离婚。林薇切着牛排，语气随意，属于我的东西我得拿回来。赵总监擦了擦汗，可陆总那边？他很快就没有精力管公司的事了。林薇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赵总监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站队要趁早。赵总监连声应是。与此同时，林薇的助理小何已经开始行动。小何跟了他5年，忠心耿耿，办事利落。他每天准时去程程公寓送营养汤，程程早就习惯了，从来不怀疑。周3那天，小何照例送汤，但这次汤里加了周慕白开的镇定剂，无色无味，剂量精准。程程喝完汤，困意上涌，以为是孕期犯困，
躺到沙发上休息。小何扶着他上了车，说是去产检。到了医院，周慕白已经安排好了绿色通道，直接把人推进了手术室。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。而此刻，陆北辰正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，抱着手臂，面色冷峻。他以为里面躺着的是林薇，他甚至在计划接下来如何对媒体发布声明，把妻子主动让位的戏码演得圆满。他完全不知道，自己亲手签下的手术台上，是他2个月前还搂在怀里说等孩子出生我就娶你的程程。程程醒来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梦。梦里他又回到15岁，母亲病了，姐姐辍学打工，每天深夜才回家，手上全是洗盘子的裂口。他拉着姐姐的手说，我以后一定对你好。姐姐笑着摸他的头说，好，我等着。然后画面一转，他站在陆北辰的办公室里，他俯身吻他，说你比你姐姐有意思多了。他心里掠过一丝愧疚，但很快被得意淹没。姐姐什么都好，就是不会取悦男人，他程程会。再然后是那张 B 超单，他其实不确定孩子是谁的，前男友那段时间也找过他，但他赌了一把，告诉陆北辰是他的。陆北辰查没查他不知道，但他让他好好养胎，说要让他当陆太太。他以为他赢了，直到腹部的剧痛把他从梦里撕扯出来。程程睁开眼，入目是无影灯惨白的光圈，他下意识想抬手遮眼睛，却发现自己左手上输着液，右手被人死死攥着。攥着他手的是陆北辰，他的表情是程程从未见过的，暴怒、惊恐、扭曲，眼白上全是血丝，嘴唇在哆嗦。他身后站着几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，像堵墙一样把他围在中间。程程，陆北辰的声音嘶哑的不成样子，怎么会是你？怎么可能是你？程程的思维还很迟钝，他低头看向自己的腹部，那里裹着厚厚的纱布，纱布下有隐隐的痛感传来，顿顿的，沉沉的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被从身体里生生挖走了。他伸手去摸，指尖触到缝合线凸起的弧度，愣了2秒，然后尖叫起来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呢？他挣扎着要坐起来，被护士按住。他转头看向陆北辰，眼泪决堤般涌出来。北辰，我们的孩子呢？医生，医生。周慕白站在3步开外，平静的开口，程程小姐，手术已经完成了，子宫摘除术，胎儿无法保留。子宫摘除？程程像被人扇了一巴掌，整个人僵住了。什么子宫摘除？谁要摘子宫？我是来产检的。程程，陆北辰的声音发颤，今天这台手术是我安排的。我以为里面躺着的是林薇。程程的瞳孔急剧收缩，他看着陆北辰，嘴唇翕动了几下，然后像终于反应过来似的，猛地转头望向门口。林薇就站在那里，米白色套装，珍珠耳钉，手里拿着文件袋，脸上带着那种程程最熟悉的温和却疏离的微笑。那是姐姐看她的表情，从小到大，姐姐都是这样笑的，笑着给她做饭，给她交学费，给她买房子，也笑着听她说姐你让位吧。林薇，程程嘶吼着，是你害我。林薇走进来，脚步不疾不徐，她在手术台旁边停下，低头看着程程苍白的脸，目光温和的像在看一个闹脾气的孩子。程程，你说错了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异常清晰，害你的不是我，是陆北辰，是他亲自签的手术授权书，是他亲口吩咐摘除子宫，不用止痛。我只是把他想对我做的事还给了你。你胡说，你胡说。程程疯狂地摇头，北辰不会这样对我，他爱我，他跟我说要娶我。是吗？林薇从文件袋里抽出那份录音播放器，按下播放键。陆北辰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就那个姓程的女人，把她处理掉，子宫摘干净。程程的哭喊戛然而止，他呆呆地听着，然后慢慢转头看向陆北辰。
后者紧闭着眼，脸上的肌肉抽搐着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北辰，程程的声音变了调，带着一种濒死的脆弱。你要摘我子宫？你从来就没想过让我生孩子？陆北辰终于睁开眼，他看着程程，看着这个曾经让他觉得温柔可人的女人，此刻狼狈不堪地躺在手术台上，腹部的纱布已经渗出了血迹。他喉咙里发出一声含糊的呻吟，然后像是放弃了所有伪装，开口说：程程，你骗我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程程浑身一震。你查我？他尖声道，你凭什么查我？凭我给你的一切。陆北辰终于爆发了，他甩开保镖的手，冲到手术台边，居高临下的瞪着程程，你住的那套公寓，你开的那辆玛莎拉蒂，你身上的名牌包，哪一样不是我买的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跟前男友还有联系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背着我跟别人开房？我让你生孩子是给你机会，可你连这个机会都不珍惜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？程程哭着吼回去，你为什么要摘我子宫？你知不知道摘了子宫我以后都不能生孩子了？你毁了我，你也毁了林薇。陆北辰指着门口，你抢她丈夫的时候，想过她是你姐姐吗？她给你交学费的时候，她给你买房买车的时候，你爬到我床上的时候，你心里有没有一点愧疚？程程被他吼得哑口无言，他张着嘴，眼泪淌进耳朵里，冰凉。他慢慢转头看向林薇，那个始终站在一旁，表情平静的像在看一场戏的女人。姐，程程的嘴唇哆嗦着，你救救我，你跟他说，让他别生气，我知道错了。林薇看着他，目光里终于浮起一丝细微的波动，那波动转瞬即逝，像水面被风吹皱，又迅速抚平。程程，他开口，声音依然温和，你还记得妈临走前说过什么吗？程程愣住。妈说，微微，照顾好妹妹。林薇说，我照顾了你12年，你18岁上大学，学费是我端盘子攒的，你22岁要创业，启动资金是我卖了爸爸留下的手表凑的，你25岁说要买房，我把我名下唯一一套小公寓过户给你，自己去租房子住。程程，我给你的够多了，现在我拿回一点，不过分吧？程程的嘴唇翕动着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林薇没有再看他，他转向陆北辰，扬了扬手中的离婚协议，签不签随你。但我要提醒你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我都录下来了，包括你承认自己计划摘除程程子宫，包括你承认知道孩子可能不是你的。这些录音如果交给警方，足以立案调查你涉嫌故意伤害。另外，我这还有你公司做假账的完整记录，还有你行贿某个官员的转账凭证。陆北辰，你想清楚，是要跟我打官司，还是乖乖签协议？陆北辰的面色已经从暴怒变成了铁青，他死死盯着林薇，像是要把他的脸刻进骨头里。半晌，他哑着嗓子说，林薇，你真狠。狠。林薇笑了笑，不及你1/1000。陆北辰闭上眼，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。他接过笔，在离婚协议和股权转让书上签了字，字迹潦草，却依然有力。林薇收好文件，转身往外走。他经过程程身边时，脚步顿了顿，但最终没有停下。走廊里的灯是暖黄色的，照在他脸上，把他的轮廓勾勒得柔和了几分。他走到电梯口，按下下行键，电梯门打开时，里面站着周慕白。结束了？他问。林薇走进去，请你吃火锅，我请客。周慕白看着他按下1楼按钮，迟疑了一下，你不回去看看程程？看什么？林薇侧头看他，眼底映着电梯里跳动的数字。他选了路，我给了他机会回头，他没选，那就自己走完。电梯门缓缓合上，把身后手术室里的哭喊和争吵全部隔绝。外面暮色已深，城市的灯火像碎金一样洒在玻璃幕墙上。林薇走出医院大门，深深吸了一口夜晚微凉的空气。
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助理小何发来的消息：林姐，别墅已经收拾好了，您的行李今天下午都搬过去了。林薇回了个好，然后把手机揣进口袋。他走到路边，抬手拦了辆出租车。司机问他去哪，他报了市中心那家他以前最喜欢但陆北辰嫌不够高档的火锅店地址。车开起来，窗外的霓虹灯流成一条彩色的河。林薇靠在座椅上，闭上眼。3年来，他第一次觉得呼吸这么顺畅。第二天一早，陆氏集团的股价断崖式下跌。林薇在凌晨5点将部分证据匿名发给了几家财经媒体和证券交易所。虽然没有点名，但陆氏实控人涉嫌伪造医疗文书、上市公司掌舵人被曝故意伤害丑闻之类的标题已经铺天盖地。加上股权转让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林薇持股40%的变动需要向交易所报备，市场瞬间嗅到了内乱的味道。开盘不到1个小时，陆氏市值蒸发了60亿。股东会的电话快把陆北辰的手机打爆了，他一个也没接。他坐在自己办公室里，面前摊着那份离婚协议和股权转让书，桌上还有一杯凉透的咖啡。窗外阴天，云层压得很低，把整个城市照得灰蒙蒙的。秘书敲了3次门，每次都是同样的汇报：陆总、张董来了，李总也来了，还有王监事。让他们等着。陆北辰头也不抬。他盯着协议上林薇的签名，字迹娟秀，一笔一画都很规矩。他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到林薇的情形，是在父亲的书房里。她穿一件素白的连衣裙，头发松松的扎在脑后，脸上没有化妆，干干净净的。他父亲病重，他跪在书桌前求他父亲帮忙，膝盖磕在地板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他当时站在门口看了很久，后来走出去，对他说：我帮你，但你得嫁给我。林薇抬头看他，那双眼睛黑沉沉的，看不出悲喜。他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点头说好。他娶她是因为她聪明、安静、识大体，不会给他惹麻烦。程程是后来才出现的，年轻、热烈，懂得撒娇，让他觉得新鲜。但他从来没想过要为了程程放弃林薇，至少没想过用这种激烈的方式。他只是厌倦了林薇像一潭死水一样的生活节奏，厌倦了每次回家都面对一张温和却毫无波澜的脸。程程给了他激情，而激情这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。当他发现程程可能怀了别人的孩子时，他心里的那点新鲜感瞬间变成了厌恶。他不想背负抛弃孕妇的骂名，更不想让这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分走陆家的财产。于是他想了那个完美的计划，借林薇之名除掉程程的子宫，把林薇也一并甩掉。他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，他错了。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，陆父拄着拐杖走进来，身后跟着陆母，两人脸上都是铁青。逆子！陆父一拐杖砸在桌上，咖啡杯跳了一下，洒出一圈深褐色的液体。你干了什么好事？现在全城都在传你为了小三摘老婆子宫，你知不知道陆家3代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？陆北辰站起来，爸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哪样？陆父把手机扔在他面前，屏幕上是一条新闻标题：陆氏总裁被曝勾结医院非法摘除女性子宫，受害者疑为其情妇。配图是陆北辰在手术室外走廊上的监控截图。陆母已经哭了起来，北辰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对得起薇薇吗？那孩子嫁进来3年，对你，对我们都挑不出毛病，你为什么要？妈，林薇她设局害我！陆北辰吼道，他买通医生，把程程换到手术台上，让我签字摘错人。他手里有录音，有假账，他敲诈我40%股份。陆父愣了愣，你说什么？摘错人？陆北辰闭上眼，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陆父听完，脸色从铁青变成了惨白，他慢慢坐到椅子上，看着自己儿子，像看着一个陌生人。所以陆父的声音很低，
你本来确实要摘你妻子的子宫。陆北辰张了张嘴，没有否认。陆父闭上眼，长长的叹了口气。他沉默了很长时间，在睁开眼时，目光里只剩下疲惫和失望。北辰，你完了。他说，不管林薇用了什么手段，你签字授权摘除子宫是真的，你亲口吩咐不用止痛药是真的，你为了一个情妇想毁掉结发妻子也是真的。媒体不会在乎你被谁设了局，他们只在乎你做了多丧心病狂的事。你走吧，这段时间别来公司了，董事会那边我来应付。陆北辰猛地抬头，爸，出去。陆父挥了挥手，不愿再看他。陆北辰攥紧拳头，指甲掐进掌心。他转身大步走出办公室，走廊上的员工看见他，纷纷低头避开，窃窃私语像潮水一样涌进他耳朵。听说了吗？陆总把小三的子宫摘了。不是摘老婆的吗？结果摘错了。哪个小三啊？就经常来公司那个程程。啧，活该。陆北辰加快脚步，冲进电梯，按下地下一层。他要去找林薇。此刻林薇正在市中心那栋别墅里喝茶。别墅是他离婚分割所得，陆北辰当初买来投资的，装修得很漂亮，只是从来没住过人。他让助理把家具都换了，窗帘换成了自己喜欢的墨绿色，阳台上摆了几盆绿植。门铃响的时候，他正翻着一本财经杂志。小何去开门，回来时表情有些紧张。林姐，是陆先生。林薇放下杂志，点了点头，让他进来。陆北辰走进客厅时，林薇甚至没有起身。他坐在沙发上，端着茶杯，抬眼看他，表情淡淡的。坐。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陆北辰没坐。他站在茶几前面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胸口剧烈起伏着。林薇，你够狠。我爸今天把我赶出公司了，你满意了？满意。林薇歪了歪头。陆北辰，你还没搞清楚状况。你被赶出公司是因为你自己作恶太多，不是因为我的举报。我只是把事实摆出来了而已，至于别人怎么评判，那是他们的自由。你毁了我。你毁了我3年。林薇放下茶杯，声音依然平静。我嫁给你，你说各取所需，我做到了。我在人前做你的好太太，在背后替你打理那些见不得光的账目，替你应付你那些难缠的亲戚。我甚至在你出轨之后，还想着怎么给你留体面。是你自己一步步把我推到这一步。陆北辰的嘴唇动了几下，最终挤出一句，那程程呢？她是你妹妹，你看着她失去子宫，失去孩子，你心里不难受？林薇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波动，她低下头，看着杯中浮沉的茶叶，沉默了几秒。难受，她说，但这难受是我自己选的。程程是我养大的，我给了他最好的，他回报我背叛。我摘他的子宫，以牙还牙，公平合理。至于他以后能不能生孩子，那不是我的问题。陆北辰像被抽走了最后一丝力气，他慢慢坐到椅子上，双手捂住脸，发出压抑的呜咽声。林薇看着他，没有安慰，没有嘲讽，只是静静的等他哭完。过了很久，陆北辰抬起头，眼眶通红。林薇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把那些证据销毁，股份我可以再给你一部分，我们不能。林薇打断他，语气干脆利落。陆北辰，你从来就没爱过我，你只是习惯了我的存在，现在不习惯了，所以觉得难受。但这种难受不是爱，是自私。你放心吧，没有我，你还有程程呢。虽然他子宫没了，但他人还在，你要不要去找他？陆北辰被噎得说不出话。他看着林薇，那张脸上依然是他熟悉的那种温和，但温和底下是他从未见过的坚硬。他忽然意识到，这3年来，他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自己的妻子。林薇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。初秋的风灌进来，吹动了茶几上的杂志页。
陆北辰，你走吧。他说，离婚协议已经生效了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陆氏集团我虽然持股，但日常经营我不会干涉，你爸会帮你收拾烂摊子。至于程程，他如果愿意，可以来找我，但他得自己想清楚错在哪里。陆北辰站起来，踉跄了一下，扶着椅背站稳。他看着林薇的背影，阳光照在他身上，把他的轮廓镀了一层淡金色。他瘦了很多，但脊背挺得笔直。他忽然想起他嫁过来那天，也是这样的背影，走进陆家老宅的大门，一步都没有回头。林薇，他叫他的名字，声音沙哑，你恨我吗？林薇侧过脸，逆光中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听见他轻轻笑了一声。恨过，他说，但今天以后不恨了，因为你不值得。陆北辰走了，门在他身后关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林薇站在窗前，看着他的车驶出小区大门，消失在街道尽头。他拿出手机，拨通了周慕白的电话。晚上有空吗？请你吃饭，我请客。周慕白的声音带着笑意，终于想起欠我的饭了。林薇说，顺便帮你介绍个大单子，陆氏下一季度的医疗设备采购，我帮你拿下来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，然后传来周慕白略带哽咽的声音，林薇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好好生活啊。林薇说，语气轻快，把公司股份卖一部分，开家小咖啡店，养只猫。对了，你帮我问问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受孕几率提高一点？我想有个自己的孩子，哪怕试管也行。周慕白笑了，这个我倒是可以帮你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林薇挂了电话，把手机扔在沙发上，转身去阳台上浇花。午后的阳光暖洋洋的，洒在墨绿色的窗帘上，洒在地板上，洒在他微微弯起的嘴角上。他想起12岁那年，母亲病重，拉着他的手说，微微，照顾好妹妹。他做到了，现在他要照顾好自己了。陆氏集团的股价慢慢回升了，但陆北辰的声望再也回不来了。他退居幕后，由陆父重新出山主持大局。林薇的4成股份，他卖了2成给一家可靠的基金，套现了一大笔钱，剩2成作为长期投资。程程在医院住了2个月，子宫摘除对他的打击很大，但更大的是心理上的。他终于知道了陆北辰从头到尾都没打算娶她，也知道姐姐林薇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包容他。出院那天，他一个人收拾东西，病房里空荡荡的，没有人来接他。他走到医院门口，看见林薇的车停在路边，车窗摇下来，林薇的脸出现在后面。他看着程程，目光里没有怨恨，也没有怜悯，只有一种淡淡的疏离的温和。上车吧，林薇说，我送你回公寓。程程迟疑了一下，最终还是上了车。车开起来，两边的街景向后倒退，姐妹俩一路无话。到了公寓楼下，程程解开安全带，却没有立刻下车。她低着头，攥着安全带的手指发白。姐，她开口，声音很轻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林薇没有回答。她看着前方，车子还没熄火，引擎发出低沉的嗡鸣。过了很久，她侧过头，看向程程。程程，原谅不原谅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以后打算怎么做。程程的眼泪又掉下来，他伸手去擦，却越擦越多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他说，我不该抢你丈夫，不该拿孩子威胁你。姐，我子宫没了，可能以后都生不了孩子了，这是报应对吧？林薇闭了闭眼，然后伸手抽了张纸巾递给他。报应不报应的，自己心里清楚就行。他说，我给你半年时间，你找个正经工作，把公寓腾出来还给我，那本来就是我名下的。半年后，如果你能好好过日子，我可以考虑重新认你这个妹妹。程程接过纸巾，愣住了，你还愿意认我？林薇没有直接回答，
他伸手推开车门，下车吧，好好养身体。半年后我去检查你的银行流水，如果你还在吃老本或者跟不三不四的人来往，那我们就永远别见了。程程下了车，站在路边，看着林薇的车掉头离开，尾灯在夜色中越来越远，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红点。他攥着那张纸巾，站在风里，哭得像15岁那年一样狼狈。但他知道，这一次没有人会回头抱他了。林薇把车开上高架桥，城市的灯光在挡风玻璃上流淌成河。他打开音响，放了一首老歌，跟着节奏轻轻哼唱。手机响了，是周慕白发来的消息，咖啡店选址看了3个，明天一起去。他回了个好，然后放下手机，油门踩深了一点。前方的路很长，灯光很亮，他觉得自己终于活过来了。